四君子就是梅兰竹菊，啊，一般我们学习画四君子就是国画的一个入门。首先你要先练习画竹子，竹子包括竹竿、竹叶、小枝、竹笋，通通是一种直线的练习。那直线里面呢，是所有线条里面最简单的，就是一条线直直的，比较没有变化啊。但是直线给人的感觉就比较刚强、刚硬一点啊。接着呢，我们要把直线弯曲，那我们接着就是要画什么呢？就是画兰花，也称作国兰啊。这个国兰呢，就是一般我们称的这个这个应该讲说喜母比地兰属的一种，是生长在东方的国兰啊，像我们讲的报岁兰，过年的时候开的。还有寒兰比较冷的地方的，还有这个四季兰，四季都会开花的，还有素心兰，就是那个花呢都一点斑点都没有啊。那还有所谓的这个九华啦，春兰啦，很多啊。那这种是种在这个长在地，这个根是在地里面的啊，这个也是属于地生兰的一种啊。那这个开的花，它大部分都很清香啊。那这个是属于东方特有的这个兰花，它并不是以艳丽的花朵来这个闻名于世，而是主要它的香气，还有它的花型，看起来非常的高雅，所以古人呢把这个国兰呢称为四君子的一种啊。那我们画国兰的时候，你要注意哦，一般以花开的多少来分。我们经常讲蕙兰啊，蕙跟兰是两种不同的国兰。蕙呢，像春兰，它是一茎一花的，只开一朵花的，叫做兰。那开很多花的，像九华、四季、寒兰、报岁这个都是属于蕙，就是一茎多花的。我们现在要示范的就是属于兰就一茎一花的，像春兰那一类的。一般我们画兰花都先画叶子这个兰花呢是寥寥几笔，但是呢它的结构要非常的完美越简单其实越难画，所以很多人说养兰很难兰就是难字的难其实画兰花也是个难字我们先沾浓墨来画叶子，一般叶子都要画的稍微深一点，花画的稍微淡一点。叶子画深的时候，画面才会有精神，而且它叶子呢，它属于一般大部分都属于绿色或墨绿色那花呢，大部分开了以后呢，风吹都会飘动，而且它花带一点半透明性，一般都用比较淡的墨来画，才会有那种轻飘轻逸的感觉。那画兰花的叶子的结构呢，一般古人讲的这个缠头鼠尾，这个叶子开笔一定要先长锋，那第二笔呢要一个开凤眼，这个地方叫凤眼凤眼，这个是中国人很多的丹凤眼，眼睛细细长长的，像关公也是丹凤眼这个如果你画的很大的话，就不是凤眼了，要画的狭长才称作凤眼所谓的缠头，就这个地方要回锋要长锋起来就是长锋起来，然后这个线条要有粗细的因为它是叶子是扁的，才有转折的感觉。然后鼠尾到尾巴要收尾起来一般第一笔画完以后，补第二笔开凤眼，第三笔都是破凤眼，把它破掉。这一笔从这边交错过来破掉这个是代表一个球茎上长的叶子，大部分都是2叶、3叶左右那这个兰花是很多的，它一直旁边增生球茎出来，它那个球茎是假球茎不是很大但是它这个叶子是一组一组的，就是一个球茎长的有一组叶子，然后我们旁边再陪衬
另外我们再画另外一组，也是一样狭长的。那这个地方比较空，你也可以从这边破过来。然后呢，我们旁边呢还要再长，有些新长出来的叶子它不会弯曲，直直的，新长出来的叶子还没有垂下来。这个每一笔都要非常的完美啊，然后下面呢要有疏密啊，然后要参差，高低参差啊，表示它球茎长是不规则的方向长的啊，这个表示好几个球茎，等于是一重就对了。这个兰呢一茎一花，而且它花不会开得很高，大部分兰的花开的都比叶子低一点。会的话就会开得比叶子还要高，从上面开得很高啊。画花的时候墨就不要太深，我们笔可以洗一洗啊，再来画花啊。花要补在哪里呢？你要考虑好啊。有些地方太空的地方，我们可以用花把它补起来。先画里面2瓣，再画外面3瓣。这是花苞，这是开的花苞。然后我们再来画花茎，一茎一花。最后呢，我们用浓墨点花心出来。一般都用比较浓的点出来，点出这个兰花的精神出来，啊，这个就是兰，啊，兰就是一茎一花，一个花茎开一朵花，啊，一般这个兰花的这个花型当然很多种，有的花型这个花瓣呢比较宽的，像梅瓣就变成比较圆形的，很宽很宽。像一般的柳叶瓣、竹叶瓣都是比较瘦长的，常见的都是这2种比较多。所以一般我们画兰花的花瓣的时候，大部分都是这样长形的比较多一点这个是属于春兰，有时候一棵比较健康、比较大丛的，它会开很多的花出来甚至2、3朵都有可能很多朵这个画好了之后你要是觉得画面很空，你还可以再补后面的，后面我们就要画的比较淡一点。我们连叶子都要画淡一点，我们另外再画一重。那画一重的话，就不要跟它靠近了，我们可以高一点的地方。这是一组。我们再来画另外一组。这是另外一重的，那这一重就比较淡一点，也是一样，画完了以后我们再补花，当然这个花也是要淡一般都是笔洗干净，笔尖沾的墨比较浓一点，那画下去的时候，自然的慢慢分出浓淡。接着也是用比较深一点点的墨，当然不能比这个深。这是
2株兰花。一般我们画果篮的时候都不画根，不画根，因为它都种在这个，它大部分都生长在这个腐殖土里面，属于地生兰的一种，那像那个明朝有个专门画兰花的画家叫郑思孝，那他是因为明朝灭亡了，换成清朝了，所以他画的兰花都把根画出来，表示说象征着国家没有了，已经没有国土了，那是另外一种政治的意涵那画完了之后像这个画完了之后，我们旁边可以补个石头也可以这如果说画面很大的话，觉得这个太单调，除非你提落款提很多的字，增加的它的这个画面的这个内容我们可以补个石头，那补个石头也是一样我们都是笔先洗干净，笔尖沾墨画石头就是要扦插的哦。一般花卉的石头都比较简洁一点。这边补一块石头，这边再补一块小一点的。石头补完的时候，我们可以在石头上点胎点，这是象征它石头上长的青苔、苔草类的，是比较简化的这个象征，用象征的方式表达出来，画完了之后，我们这个地面呢，我们可以也是一样，再点一些胎点，点的时候要有大小、疏密。这就完成了一幅，表示这个是长在野外的还有石头苔草我们国画呢，经常把画面都简化掉包括画这个花，即使它这个花还有一个舌头，实际上说舌头上才有斑点那我们点心的时候一般都不超过3点，因为在古人的兰谱里面论花的品种。舌上的斑点不超过3点才是好的品种，像一般我们一个点都没有，那称作素心，或者称作白花，画完也是一样，我们落款，那这张画的落款就要从这边开始，因为这边比较空你可以从上面这样写，也可以这样直的下来我们还是写直的我们写上清香宜人字写好之后也是一样，我们要盖章，这个叫款印粘印我们要轻轻的，然后多粘，这样才会粘得均匀。
那这个盖章的位置是要对章的话，一个在这边，一个在这边，下面空间有限的，除非说只盖一个章就盖在下面。然后在4个角，一个角一个角慢慢拿起来，再换另外一个章子。这样就是一张完成的这个兰花图，是春兰啊，这是春兰，是开一朵花的。